各位村民注意了，各位村民注意了！村西头的返乡人员下地狱说出过年好，现在已经被嘎了。听到广播的村民迅速到村顶文化广场蒸肉，重复一遍。杨伟被鬼嘎死了，他现在是……纸条的消息是从哪里得到的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嘎了鬼，所以我知道。伟哥，小树不修不直溜，人不修理跟啾啾，怎么了？小七。刚刚踏进村子的那一刻，我收到了一条短信，请遵守好这24条规则，在村子里坚持到初一结束，坚持不住就会死。规则1，不要对村里任何人说过年好。规则2，村里没有红色大门。规则3，不允许睡懒觉，每天早上7点之前必须起床。规则4，自己的家中是安全的，半夜不要出门。规则5，有变态嘎人狂出没，请注意安全。规则6，可以向变态嘎人狂说过年好，会有好运发生。规则7，大年初一不许聚众拜年。规则8，必须收到所有亲人的压岁钱。规则9，亲人里或许有变态嘎人狂。规则10，谨慎一切向你要压岁钱的人，包括孩子。规则11，村里有人在规则之外。规则12，保护好规则之外的人。规则13，有问题找村长。规则14，不要喝村长倒的水。规则15，不要轻易相信任何原住民。规则16，文化广场可以自由活动，但广场也对变态嘎人狂开放。规则17，尽量找到伙伴一起坚持，人多力量大。规则18，鬼会说谎话，并且只会说谎话。规则19，晚上不要抬头看天空。规则20，变态嘎人狂和鬼不会在一张桌子上吃饭。规则21，母亲不会害自己的孩子。规则22，变态嘎人狂和鬼可以嘎人，也可以互嘎，人可以嘎变态嘎人狂，但不能嘎鬼。变态嘎人狂和鬼同类之间不能相互残嘎，人可以。规则23，被鬼和变态嘎人狂嘎死的人会变成鬼。规则24，初一晚上12点，带着规则之外的人准时驾车离开村庄，游戏结束。神经病，好不容易过年回家放松几天，居然收到这样荒诞恶毒的诅咒。发送这条短信的人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，还是被门夹了？哎呦，大儿子回来了。母亲突然走了出来，看到母亲那有些比去年更显苍老的脸，我鼻尖一酸，差点落下泪来。妈，过年好，儿子。母亲摸着我的脸，责怪我比去年瘦了太多。我正要回答，突然想起短信的内容，不要对村里任何人说过年好。因为我记者工作的特殊性，就算不相信短信内容，也不免有些警惕，于是硬生生咽下卡在喉咙里的3个字。就在这时，村头的大喇叭突然响起，各位村民注意了，各位村民注意了！村西头的返乡人员下地狱说出过年好，现在已经被嘎了。听到广播的村民迅速到村里文化广场蒸肉，重复一遍。大喇叭的内容让我目瞪口呆，而母亲听到广播后，已经兴高采烈地回屋，拿出一个大盘就要往文化广场走。我急忙拦住她。妈，你听到广播里说什么了吗？母亲转头留给我一个诡异的微笑。听到了，村广场嘎猪分肉，让我们去拿。我们来到了村文化广场，此刻广场已经围满了人，大家围在广场中心的案桌，案桌上有一个人，此刻已经被大卸8块。看到这一幕的我，脸色变得苍白，跑到一个角落，狂吐不止。此时的角落同样有几个人正在呕吐，我吐完后发现这几个人大多我都认识，他们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发小。送人头，范建、杨伟，谁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范建此刻有些崩溃，案桌上被嘎的下地狱同样是我们的朋友。就在不久前，我们还在微信群里联系，约定这次过年回家好好聚一聚，没想到就此天人永隔。杨伟凑过来，神神秘秘地说道：大家也都收到短信了。下地狱就是因为说出那3个字才被嘎的，所以只要遵守规则，应该就不会出事。今天是腊月27，距离初一还有5天，只要我们遵守规则，小心点，应该能安全度过这几天。这时，有个穿戴时髦的男人走过来说：大家好，我是胡建仁。规则说尽量找到伙伴一起坚持，人多力量大，而且大家都是归乡人员，同时也都是收到短信的人。
所以比起现在正在广场分人肉的原住民，我们显然更亲近一些。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去村里打听一下，看看今年到底有多少返乡人员，把大家团结在一起。这个提议显然深受大家认同，杨伟举手建议。那我们就由广场为界，兵分4路，挨家挨户去打听。说干就干，宋人头和杨伟还有刚认识的胡建仁，我们4个人向不同的方向追查。至于范建，他的情绪不稳定，我们让他留在原地休息。我向东边寻找，依据我的记忆，东边大多数的是老人，返乡人员应该很多，只有返乡人员收到短信。我边走边拿出手机复习规则，不要轻易相信任何原住民。也就是说，可以相信，也可以不相信，带来的一切结果，无论好坏，都要自己来买单。据此反推，原住民可能是好人，也可能是……我不敢继续想下去了。小七，过年好，刚回家呀。王奶奶过。多赖咪，好险啊，差点就说出那3个字，你好。外边这么冷，怎么不回屋啊？屋里太冷，我在门口暖和一下。外面的天气零下10几度，他却说在外面暖和。我不敢再接话，快步离开，因为我想到了短信中的一条。鬼会说谎话，并且只会说谎话。鬼是什么，在短信中没有体现，但是这个字眼往往象征着不好的东西。王奶奶可能是鬼。我在心里偷偷地记了下来，短短2个小时，我就跑遍了村东头几十户人家。大概有7个返乡人员，2对小夫妻1个孩子，2个和我一样的独身返乡人员。他们都老老实实的躲在家里，想一直在家待到初一。有这种念头不奇怪，毕竟规则中有这一条，自己的家中是安全的，半夜不要出门。但这条规则，我认为是所有规则中最矛盾的。家是安全的地方，如果待在家里就能避过一切，那为什么要设置其他规则？所以家是不安全的，但规则说家是安全的，这样一来就矛盾了。除非是有什么东西能够吸引或逼迫你出家门，这样一来既没有违反规则，又能避免规则漏洞。我把自己的猜想告诉过他们，可他们大都嗤之以鼻，我无可奈何，毕竟这些也只是我的猜测。回到了村广场，此时村民们都已经分完肉离开了。小七，你统计完了吗？我那边都统计好了。刚才看到我的父母拿着下地狱的一条大腿，兴高采烈地回了家，现在我该怎么办？外面太冷了，规则里说家是安全的，你还是回去吧，记住别吃饭桌上的肉就好了。我们说话期间，其他人也陆陆续续的回来了。宋人头身边跟着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，胡建仁带着2个男人，一个戴着眼镜，一个满脸横肉。杨伟带的人最多，男女老幼一共来了6个。我们4个计算了一下，今年全村的返乡人员大概有42人。除去已经死亡的下地狱，还有41人愿意抱团的，加上我们几个，一共15人。其他人就秉持着死守在家，坚持到初一的念头，说什么也不出来。我无奈叹气，谁也不知道自己选择的方向是否正确，但是不到最后一刻，我们最好不要放弃。直到现在，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知道未来5天会残酷成什么样子。我们15个人约定，严格按照规则来做，同心协力，坚持到底。以后我们每天中午都要来到广场，各自汇报情况。宋人头提议道，我们纷纷赞同。之后又闲聊了一会，一个老人吸引了我的注意。老人是杨伟带来的6人之一，叫陈二狗，62岁，是在场年纪最大的人，常年在外漂泊，年底回乡祭祖。吸引我的是他说的一句话：到了初一，一切真的会结束吗？荒诞的规则，诡异的村庄。这个问题抛出来，所有人都沉默了，没人敢打包票。我们从心底愿意相信，初一就是一切荒诞结束的时间。但事实如何，谁也不得而知。我和宋人头很有默契地对视一眼，我们是脾气最相近的2人。这一刻，我们心中都有了相同的决定，打破规则。关注小七，下集更精彩。我们按照约定分别离去，我和宋人头、杨伟、范建3人一起去我家。因为我们是发小，所以回彼此的家中过夜并不稀奇。路上经过一户人家的时候，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流着鼻涕，笑着冲我们挥手。他叫苏老六，是个傻子，他也是我们小时候的玩伴，但是9岁的一场高烧把他烧成了现在的模样。
他的记忆永远停留在9岁，所以对我们这些幼年的玩伴记忆深刻。苏老六不冷吗？快点回家去。小时候和他关系最亲近的杨伟担忧地说，苏老六嘴巴咧得更大了，哈喇子顺着嘴角淌了下来。他幼年丧母，只有一个酗酒的父亲，平常也不管他，所以他日常的吃穿只有靠我们几家的长辈来帮助。我轻叹一声，上前拉起苏老六的手。现在的村庄处处透露着诡异，正常人都不一定能活下来，何况他这个傻子。所以我想把苏老六带回家，和我们这些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待在一起。其他几位小伙伴心有灵犀，我们默不作声的一起离开。回到家中，母亲已经做好了饭，蒸的米饭，炒的青菜，熬了满满一锅的肉汤。汤里的肉是……我们几人心知肚明，强忍着恶心，就着菜吃米饭，谁也没碰那锅肉汤。母亲有3高，已经戒肉多年，但奇怪的是，苏老六也对那锅肉视而不见。就算母亲把肉夹到他的碗里，他也全部夹到桌子上。我们几人互相对视，眼中都闪过疑惑。饭后我们几人在我的房间聊天，我问苏老六，刚才你怎么不吃肉呢？人肉，嘿嘿，不吃人肉，我害怕。这句话使我们大感意外。苏老六作为村庄的原住民，从喇叭里听到的应该是猪肉才对，他怎么知道那是人肉？我急忙捉住关键问题询问道，老六，你告诉我，今天下午大喇叭里说的是什么？嘿嘿，喇叭嗡嗡响，说下地狱分人肉。我的脑中瞬间轰鸣一声，村里有人在规则之外。其他几人也想明白了这点，一时间难掩心中的激动。苏老六是规则之外的人。杨伟狂喜出声，我赶紧捂住他的嘴巴。正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响动，母亲的声音也在此刻传来。这孩子怎么跑了？我赶紧冲到院子询问母亲，刚才有谁来过？母亲说，是一个叫胡建仁的孩子，说是来找你商议事情，可是突然就急急忙忙的跑了。我的眉头瞬间皱起，回到屋内，我和他们说起这件事有古怪。宋人头摸着下巴说，为什么听到苏老六是规则之外的人就跑了？规则说要保护规则之外的人，按理说找到了规则之外的人，他应该高兴才对。除非他本身目的和我们并不相同。此时的我也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如果胡建仁的任务和我们相反，那他只能是变态嘎人狂或者鬼。规则中说，人被变态嘎人狂或者鬼嘎死后会变成鬼，也就表示死去的人会以鬼的身份重新活过来。大家点了点头，表示认同。他又说，下地狱被原住民嘎死，嘎死他的不是鬼和变态嘎人狂，所以他不会复活。但同时也告诉我们要小心原住民，不止原住民，也要小心归乡人员。我的脑海中闪过了胡建仁，也就是说，现在所有人都有可能是鬼或者变态嘎人狂。有麻烦了大伙。第二天中午，我们一行人按照约定来到了广场集合。临行前，我拿上了我一直收藏着的弹簧刀。走在村里的大路上，突然我发现路上所有的人都在看向我们，眼睛一眨不眨的停留在我们几人的身上。这种诡异的氛围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范建捂着嘴巴跟在我身后瑟瑟发抖。保护好规则之外的人。我们把苏老六围在队伍中间，来到了文化广场。胡建仁和昨天他带来的2个人早就等候在那里了。看到我们来了，胡建仁热情地和我握手。手松开后，我发现手里多了张纸条，我不动声色地缩回手，把纸条放进口袋。这时候其他人都陆陆续续地赶来了，没有人缺席。昨晚有谁遇到了什么特殊的事情吗？所有人都摇头。我和宋人头对视一眼，示意他继续和大家交流，而我则默默地走到角落，拿出了胡建仁给我的纸条。杨伟被鬼嘎死了，他现在是鬼。看到上面写的话，一股寒气从我的背后蔓延到头顶。你在看什么呢？一个声音突然从我背后响起，我急忙转身，正迎上杨伟那张笑着的脸。哦，没看什么。我强装镇定，把纸条收回到兜里。快点过去参与讨论，听下大家的建议，看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杨伟撇了撇嘴，转身离去。我突然叫住他，伟哥，小树不修不直溜。杨伟转过身，一脸疑惑地说，人不修理跟啾啾，怎么了，小七？
你干什么？小七，你疯了吗？一顿输出之后，看着杨伟我笑了笑。你先过去吧，我就想看看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的游戏。被鬼嘎死的人会变成鬼，鬼只会说谎话，杨伟没有说谎话，所以他不是鬼。所以胡建仁纸条的内容是假的，胡建仁不可能不知道规则，也不可能不知道我会去试探杨伟。那胡建仁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而他又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不管他是什么，我觉得都有必要接触一下，看下他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。我走到胡建仁面前，把他拉到人群的一边。纸条的消息是从哪里得到的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他直视着我的眼睛，笑着说：我嘎了鬼，所以我知道。不对，又是这种矛盾，人嘎不了鬼，变态嘎人狂可以嘎鬼。按照规则，我认为变态嘎人狂是最危险的，因为变态嘎人狂的目的很可能是嘎死所有返乡人员，所以变态嘎人狂不会轻易暴露身份。胡建仁了解规则，但是却说出这种一眼就能看穿的谎话，那他的身份呼之欲出，胡建仁是鬼。他正在用这种说谎话的方式让我猜到他的身份，他的目的是向我传递信息。我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，他四处望了望，然后叹了一口气。现在不方便说话，明天晚上我们不要在文化广场见面，到时我会告诉你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情。胡建仁说这句话是谎话，所以他约我明晚在文化广场见面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我告诉其他几个发小，我出来办点事，除了宋人头有些诧异，别人都没说什么。因为纸条的事情，我特意留心了一下杨伟，发现他没有什么异常。天刚蒙蒙黑，我就来到了文化广场。我没想到胡建仁早就已经在那等着我了。你想告诉我什么？小七，我告诉你几条新规则。新规则？我的眼底闪过疑惑。鬼可以重新变为人，方法是被变态嘎人狂嘎死，或者嘎掉一个人，从人变成鬼后觉醒更多规则。而规则里面的最后一条，初一那天只能有一辆车离开，必须带着规则之外的人一起走。听到这几条新的规则，我眼中的疑惑更深，我没办法相信一个鬼讲出的话。胡建仁笑得更开心了。小七，你可以完全相信我，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是鬼了。说罢，他打了个响指。阴影里走出来戴着眼镜的男人和一脸横肉的男人。一脸横肉的男人气势汹汹地说道：他没有嘎我。我瞬间反应过来，这句前后不着调的话是谎话。如果胡建仁说的规则是真的，那他应该是嘎掉了这个横肉男，重新变回了人。每个人变成鬼都会知道一条新的规则，这里有3条规则是我们3个人的。我看向眼镜男，原来他也是一个鬼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如果真按你说的，初一那天只能离开一辆车，那我们应该是竞争关系才对。我质疑他说，他摇了摇头，神情有些落寞。3人转身离去。你们要去哪里？去找嘎死我们的变态嘎人狂报仇。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答案在你的纸条里。看着3人离去的背影，我拿出纸条。杨伟被鬼嘎死了。杨伟被鬼嘎死了。我看了很久，却百思不得其解。对了，如果杨伟被鬼嘎死了，这是一句假话，那真话可能就是鬼被杨伟嘎死了。不对，人嘎不了鬼，所以杨伟可能是变态嘎人狂。我被这个猜想吓到了，怎么也不敢相信。这所有的一切也都是胡建仁一人之言，不能完全相信。尤其对真假话的解读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。杨伟没有被鬼嘎死，这句话也是成立的，并且和杨伟被鬼嘎死了这句话是矛盾关系，更趋近于正解。就在这时，范建突然出现在广场的尽头，他气喘吁吁，看到我后边哭，边向我跑来。小七，快回去，苏老六快被勒死了。